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杭州亚运昨天开幕了，但我们现在来看是亚运背后的政治角力到底又是怎么样呢？可以看到，包括了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呢，现在启动了亚运外交在亚运开幕前呢，他先宴客喊话呢，要抵制阵营对抗。习近平怎么说呢？他说，体育呢要促进和平，坚持与邻为善，来互共互利双赢，抵制冷战思维跟阵营对抗，将亚洲打造世界和平的稳定锚。那现在大家很好奇的就是中国跟韩国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呢？现在是不是先递出橄榄枝了呢？习近平杭州会见了韩国总理韩德洙，认为呢认真考虑要访问南韩。韩德洙呢出席杭州亚运的开幕式前呢，与习近平会晤。习近平呢主动表示中方愿意继续在维持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努力不懈，将认真考虑访问南韩。而习近平呢在这次的亚运呢也开始了启动了，包括跟很多国家的领导人见面，包括像是中东啦、东协还有南亚等多个国家。而这次呢亚运其实还有非常多的亮点，其中一个就是华为华为这次呢可以说是在亚运当中无所不在怎么讲？华为的 Mate 60系列呢登上了亚运的亚洲时刻，央视转播呢采用华为主导的 HDR 的 Vivid 的技术的标准，甚至呢现在就连央视的这个记者在转播亚运的时候呢，手上有没有看到拿出了这一支华为的手机突然亮相了，但是他说呢，这次没有先套好招了，是他时间拿出来，认为包括了品牌名号了，还有这个型号名称甚至真机呢都多次露出华为自己也说了，他事前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也没有花钱，看到的时候呢还吓一跳，甚至还录到这个新闻的标题里面去而这次呢，这个亚运的转播呢，甚至还主动通通采用华为主导的 HDR-VV 的技术，甚至大家还说这是华为手机怎么这么厉害甚至还说这个连频宽都是智慧型选择包括了亚运会还重大的保护护航等等。当网友分享了在时速300公里的这个高铁上他用华为手机呢看那个开幕式的直播一点都不会卡，而且顺得很反观呢，另一只手机 iPhone 14 Pro Max 呢，只能用来发微博，连影片都不能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结果向大家就有解析说呢，这时候的华为技术是透过强化 5G 的网速甚至呢携手华为使用已经到了 5.5G 实现万兆的网络体验。而记者实测的网速呢，竟然可以到10GB 左右，可以说是速度非常的快。而亚运呢，也在华为的领导之下，数万名的观众在场内直接用 5G， 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可能在多人的场合你用手机网络一定会塞车，但这次呢用华为的 5G 这些图片收发啦、影片啦，甚至视讯通话，通通都能够保持正常的运作。甚至呢还有一些亮点在场外，包括了像这些物联网啦，甚至自动驾驶的巴士也成为亮点一起打造这样 5G 时代的亚运的运动会。还有网友就说他在参加这个亚运的彩排的时候，他用一般手机拍照普通的相机长得是这样子，这个照片模模糊糊的感觉。可是呢，他用华为的50倍变焦，哇，看得非常清楚这画面非常的清楚，可以看到，甚至连台上的人在做什么事情一清二楚。所以看得出来，像华为的技术，真的是蛮领先全球各家的手机大厂甚至呢，华为将在明天要推出的秋季发表会要登场了。现在呢，这张图出来之后，大家发现，一线的官媒都出动了，甚至这个阵仗堪比春晚甚至包括了新华社的环球时报等国家官媒都在内甚至要同时要做些发布。那现在呢，余承东就说了，这个好戏一台接一台，我们明天见。那现在大家说那华为现在发布新机还包括了什么？还包括了华为的这个 Mate Pay Pro 要搭载所谓的新闪技术。什么是新闪技术呢？就是它相比传统的无线连接功耗几率降低 60%， 而传输速率达到了6倍，甚至连接数呢达到了10倍左右。而这次呢，除了这个之外呢，另外备受关注的还包括了像是 Mate 60的这个新的机型可能搭载传闻中更高性能的5奈米麒麟9100或是麒麟9010的晶片。所以说这是华为可以说是要马上出牌，要跟谁对抗？要跟苹果对抗。但苹果呢这阵子开始在台湾贩售之后灾情也是不断就有网友说什么包括了 iPhone 15这款机型会过热科技网红就很说这个就算降价现在可能没人要，到底怎么回事呢？他说他录影16分钟就热到定格，他用这个 Pro Max 15的 Pro Max 录影录到一半呢，就15分钟左右就热到定格。现在被许多大陆网友酸说夏天的手机呢就可以热到煎蛋做早餐了，冬天做暖宝宝真的是太贴心了。甚至还有大陆网友说呢，号召不要购买在印度生产的新机，称这些供应商是带着去中国化的政治
意图在印度生产。我们今天想请教一下苑老师怎么看？好，这个是这样子好，因为这个亚运啊，我跟你讲，中国现在是唯一世界上非常遵循西方传递给我们的价值是西方传递给我们价值的话呢，就世界村啊，又是什么国际合作啦，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啦，环保啦，运动啊，这个大陆一直强调，只有这个北京的奥运啊，然后这次杭州的亚运啊，就是对于这个前不久还在成都办的世大运，现在发觉运动没有人注意了，根本没有人注意。我跟你讲，虽然讲起来今天中国化的所面对的这种办亚运愿意花钱出来把亚运办得这么好，这个亚洲在杭州办的亚运的水准都超过一般国家的奥运但是你看，重要的西方国家没有一个人来，对不对？基本上来的话都是这个全球南方的国家，而且叙利亚就不错。那另外有一个唯一的不错是韩国的总理来了韩国的总理的话呢，这个韩德洙的话呢，他本身呢所表现的价值跟意义的话呢，对于大陆你可以看得出来，大陆认为说了，整个国际之间联盟被美国不管美国对于中国做怎么样，其他的盟邦都是争取的对象。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的话呢，我们要注意。虽然效果怎么样，现在是拭目以待但是在这里面的情况下，但是我必须要强调，这一次杭州亚运是里面所强调的那个华为的科技我这次在大陆遇到一个这个。算是比较蛮懂大陆这个华为在发展的趋势当中他是跟我强调说，这些资料其实都是公开的，只是说我们这边都不报道，台湾这边没报道。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华为要做的正是亚运这边要做的事情。华为要做的事情呢，他说手机部门是他很小的一部分，能源车赚不赚钱是他很小的一部分。华为要做的是代表智慧生活，全部所有各式各样。我很高兴参加那个晚会的时候，抽奖抽到一个华为的手表。他说你抽到华为手表用鸿蒙那你要换华为手机，你电脑要换华为电脑你的笔记型电脑的话，你的这个平板通通要跟着一起换，因为它是完整的。这个完整的话呢，到时候你晚上放音乐什么的，只要华为出动，你就在家里，你在这都包了，通通都包了，就是包含这里面所讲的，不是只有看到影像人，因为我们以往的话呢，手机的话呢，从原来作为一个通信软件开始，现在变成一个智慧生活这个展现的方式。然后另外他最主要要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我必须坦白讲大陆人支持华为是有一定的民族主义情绪在里头因为我不能够说。我本身不是学科技的但是我不能够说华为科技一定遥遥领先遥遥领先这句话是华为现任的董事长叫余承东讲的话，因为他自己讲说，不过我觉得大陆能够有华为这个公司真的是非常非常争气因为大家要了解华为的发展的过程，如果你看一下历史的话呢，这个任正非是从这个深圳的铁皮屋搞起的，能够搞到今天这个规模，现在变成了这个民族的荣耀，甚至是民族的科技救星为什么？因为要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说中国人不比人家聪明，也不会比人家笨中国人的话呢是讲求和平的话呢，并不代表我们没有办法战斗另外，华为这边的话呢，所强调就是说，目前华为真正能够跟他比的，就是这个 iPhone 的手机嘛。对。那这个 iPhone 的手机我必须坦白强调，最近我得到的消息不晓得是不是谣言就是说目前为止。中国制造的 iPhone 就是郭台铭搞的 iPhone 都卖到欧洲去了，然后中国人买的是印度制造。印度制造大家没有信心我跟大家透露一个消息前阵子印度不是很得意吗？登陆月球南极成功吗？今天我在 BBC 看到一个消息就是说印度发射到登陆月球南极的，到目前为止没有送任何讯号回来然后的话呢，那个印度的那个发射卫星的那个单位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说，这个机器极有可能留在月球上当这个展览品以后大家再登陆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台机，但他没有送任何讯号回来。那我心里觉得很奇怪，你一个东西搞到月球上来讲，没有送讯号回来，你弄到上面干嘛？你还不如发个导弹上去了，对不对？你这个效果是一样的，因为你没有讯号回来，所以说大家产生这种感觉。我希望这个消息是谣言，就是说印度生产的 iPhone 跟中国生产的是一样的，我希望是谣言。但是如果这个消息属实，说欧洲买到中国制造的，中国只能够买到印度制造的，所以大家要抵制。那这个消息的话呢，那必须要由印度制造的公司好好出来澄清一下，否则这个谣言再发酵，万一真的出现什么过热过冷又是什么大大小小毛病的时候，这个就是有一点民族歧视了，这个不太好。所以说，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好好的转变一下大家 iPhone 就是 iPhone， 华为就是华为，大家竞争要公平、要公开，而且要公正，对不对？舰长怎么看？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昨天有看那个亚运的开幕式，我全程在看。我印象非常深刻。我的第一个感觉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有钱人办事
就是漂亮，真的是富丽堂皇，真的是富丽堂皇。那个整个光，这个光，我还想他怎么想的，怎么去做的，然后中间还非常有创意。你记不记得以前点圣火就是点个圣火，还举抓这样龙，或者射一个箭这样射过去，就已经算是很有变化了，对不对？昨天他们是怎么点知道？他是从杭州市很远的一个地方，有个好像那个荧幕打出来一个超级巨人，在那个夜空底下跑，一路这样跑过来，然后经过那个叫什么西湖啊，凌空踏水而行，每一步那个巨人在那个光光亮亮的这样踩到那个水的就溅开，一路过去，然后他们所有的现场的是一个那个巨蛋，那个巨蛋那个上面开了一个口没有关起来，然后现场有8万多人。这个人到了那里之后，从那个里面爬进去，然后点圣火的正好也点到那附近，然后他才最后接那个圣火那个。我光看这个东西，我第一个在想，他那个科技是怎么做到的？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那是一个城市超小型的无人机把它集结弄出来的。可是他那个是在外面造的，你知道吗？他那个一脚踩在西湖的上面了。如果你们大家要是觉得好奇，你回过头去到这个 YouTube 去看一看。那这个东西我看完说，哇，我天哪，居然这么厉害！然后圣火完毕以后，不是现场表演嘛？对，整个表演就是一个每一次人家在美国的话，美国也表演他的以前的文化，就牛仔啦，那个中国人设啦什么的。我的天哪，整个过程就是中华文化。我跟你讲，没有这么深厚的文化底蕴你根本设计不出这个。对。那个你整个看了，我相信所有的人，我不要说中国人，所有在现场的8万多个人都可能经历了他这一生相当震撼、最震撼的一次。我真的我无法想象，就是一个亚运，你们可以办成这样，不是钱的问题，是那个整个的设计的概念创意。然后大家不要忘了体育的竞争是强国的一个表征。好比我举个例子，像亚运现在还不知道得金牌多少，上一届的亚运。得最多的当然是中国，因为他人最多嘛，对不对？中国大陆第二多，你怎么卡应该是印尼嘛，因为它有3亿人口。可是谁？日本。第3多是谁？韩国。那就是一个国力的象征，你知道吧？好，除了这个东西之外，我为什么会提到这个？我们今年的这个7月28到8月4号的成都4大运，成都4大运，你知道那个4大运是大学生不是小学生打棒球的那个。大学生几乎就是这些很多运动的黄金时段，是在20岁左右。那今年的成都4大运呢，中国大陆得了103面的金牌，日本得了21面，台湾得了10面。你们知不知道美国得几面？好1面。哇，你想想看，他怎么真的他在抵制吗？不是抵制，这是这个国家的面子之争，你怎么会只得到1面呢？可见的，他真的是在江河日下。然后最后我要讲一下，也就是刚刚苑老师讲的，你一定，假如你真的了解华为在做什么事我这样做个比例给你听，华为在造镇，整个的城镇，苹果在造什么？造屋子，它就一栋栋的屋子。当你了解他们两个的规模视野以后，你就说我再也不担心说苹果将来会超越这个华为，他们两个在做的根本不一样，不是一个层次。是。斌哥，昨天有没有看亚运？我其实没看，我有看到一些消息，就是那其实习近平现在的战略，我觉得还蛮明确的，就是因为以大的格局来看，他就是联合南方国家去对抗欧美这些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这些欧美的盟友。那如果以小的方面来看的话，就是虽然他也知道日本、韩国啦这些国家其实都是美国的小弟，可是他知道自己的竞争对手是美国。所以这些小弟，只要你不是跟我明着对着干，那基本上我们能够和解就和解，能够相处就相处。他的战略就是非常明确，就是这样。所以不管亚运也好，或者其他也好，你看他们现在虽然这是一个体育活动，包括之前的成都4大运，他也是接见了一大堆各国的领导人。其实很明显，就是习近平现在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跟美国对抗，然后结合世界上这些其他国家这个道路上，我觉得这是非常明确的。那至于说美国在干嘛呢？美国就很怪，一下子好像又说要跟中国大陆和解，一下子又好像又要重新开始制裁中国大陆，就变成拜登有点举棋不定的样子。那拜登到底在干嘛？有人说这叫2手策略，可是我觉得这个叫做犹疑不决，就是好像
又不想把中国大陆置之死地，可是呢，又一路在往这个方向去走。我觉得拜登的决策是蛮诡异的。那至于说华为这个东西呢，当然央视他们去蹭这个东西很正常。现在中国大陆大家都知道，你蹭的华为这个 Mate 60这个东西，就会有流量，那就会吸金，那就很自然而然的收视率就会提高。所以这个都是一种很正常的操作。只是我看到这一句话，我有点害怕，就是它居然可以达到10 Gbps，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也就是每秒钟可以传输100亿位元，每秒100亿位元，这是什么世界？那最近有人去做实测，说 iPhone 15 Pro 它的实测速度好像只有那个华为的1/5哦。那这个当然那个不是一个很精确的实测了，我不确定，因为 iPhone 自己的官网是说它应该是可以到800 Gbps， 是那个 Mbps 不是 Gbps，800 Mbps。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是比华为低啊。那华为之前他们实测是5.5G 左右，所以如果是真的能够达到这个速率的话，它这个可以一路应付到下一个世代，可能都没什么问题。那他现在又说他新的这个新的主机，这个 Ultimate Design 这个机型要出来，那可能会实现5奈米，那是真的吗？因为之前7奈米的时候，雷蒙多都已经很头大，他觉得说目前还找不到任何证据显示这是真的。是。那如果5奈米都出现了，我不知道雷蒙多应该怎么办，这个就很危险的。而且如果真的出现5奈米，那代表什么？代表我们之前猜测中芯它制造出7奈米的方法可能完全是错的。可能他掌握的是另外一种技术，不是现在大家所认为的技术。因为现在一般认为中芯要掌握5奈米，可能还要好几年以后才有机会。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就看它什么时候能够设计出来。那苹果这个过热真的是过热，因为我朋友拿到了一下子就很烫，真的。所以这个问题苹果如果不解决，麻烦就大了。是好，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望哲。日本的核污水争议持续延烧，而现在呢，首波核污水入海之后呢，第二波最快9月底要继续排放。可是排放之后呢，现在也造成各国的意见哦。现在包括了所罗门群岛的总理呢，要求日本要停止排海。他认为说呢，如果核污水是安全的，就应该储存在日本。所罗门想法呢，跟其他太平洋岛国是站在一起的。他说什么？日本呢将核污水排放到海洋，他认为相当震惊哦。希望呢说这个核污水呢就放在日本就好了。另外再看到说什么，这个核污水这样排放之后呢，是不是也造成日本的海产甚至渔产呢造成一些冲击呢？包括了北海道的龙丸水产哦，推了2000吨的扇贝在仓库，就在这里，满满的都是扇贝哦。据说啊，到了年底还会增加到5000到6000吨左右哦。甚至像北海道呢，10万份的干贝都卖不出去，免费要送给谁？送给日本的学校的孩童当做营养午餐。哇，这看起来非常的吓人。甚至呢，像日本政府呢，把中国撤销的这些进口措施哦，视为是优先的议题哦，将持续拓展跟岸田文雄跟习近平之间的双边会谈。另外呢，看完日本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包括了一些南亚的一些局势上面哦，可以看到目前像中国跟菲律宾的关系呢，可以看到现在中国海军呢，它的巡航舰哦，解救了2名菲律宾的渔民哦，就是这样子解救了。大家这边还帮忙做一些治疗，可是呢，我们看到中国的军方跟菲律宾的军方呢，其实气氛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紧张一点了。中国的海军呢，在争议当中呢，继续跟菲律宾的船只来做这样子的对峙。而另外呢，包括了菲律宾之外，我们再看到越南的部分，越南部分呢，现在呢，美国呢要跟越南洽谈 F-16的军售案哦，渴望成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武器交易，而且希望在2024年内呢就可以拍板敲定。而另外呢，包括了像是马来西亚。过去呢，中国呢要在画这个时段线的地图呢，现在大家引起一些南海的争议。但是呢，现在马来西亚态度好像有点转弯了。他说：“现在说这个大马总理说很放心，他说中国会保证好好谈判，这点让人非常的放心哦。”而现在看完包括了像菲律宾、还有马来西亚、还有这个越南之后，我们来看这包括了印度的情况。现在拜登是不是为了抗中不敢得罪印度呢？我们就看到印度现在新增2个海外的军事据点，要对抗中国海上的扩张情况，包括了阿曼杜库姆港的后勤基地现在已经开始运作了，要维护船只，还有提供燃料还有粮食的补给等等。另外呢，在这个阿加莱
加群岛这个也修建了一条飞机跑道，希望呢在12月启用，那将会派守至少50名的士兵呢将会进驻。而现在呢，美国跟印加地区的战端呢，它是保持比较距离的感觉，谁都不得罪。现在呢，就有这个战略公司的创始人呢迈尔斯他就说了，拜登政府呢会尽量远离印加的外交争端，目的是不破坏莫迪政府的关系哦。可是看起来好像有点保持距离的感觉哦。另外呢，包括了现在这个锡克教的领袖呢，尼贾尔也在今年6月被枪杀，这个会不会造成一些争议呢？我们看到布林肯说呢，他会持续关注到杜鲁道的质疑。那杜鲁道就说呢，他说正积极追查这个印度特务跟这个尼贾尔之间的死亡到底有没有一些相关联的一个情形。而现在呢，包括了这个阿纳布呢，也说了一些重话，他说一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看。Now, what I find very surprising, Brahma,is the militancy with which Trudeau is arguing for a terrorist and then saying that we have a right to have a hotline with a terrorist, our intelligence agencies should be with a terrorist, the terrorist can carry out bomb blasts in India, killings in India, kill innocent political workers, politicians, innocent citizens in India, but he has a right to do it from Canadian soil because that's the way we are in Canada.I mean, that is a fundamental argument, and he's fighting for a right to support terrorism, calling it the rule of law. That issue cannot be diverted, in my view. 哦，真的蛮凶的，岳老师怎么看？我跟你讲，我对这个阿纳布这个印象非常深刻。这个阿纳布一讲话的时候啊，有个俄乌刚开始发生冲突的时候，那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教授的质疑，就是印度怎么还卖油的时候，阿纳布都讲说是啊，是不是？讲得非常清楚，让我想起我留学的时候，印度人3大特点啊，第一个就是强词夺理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口语非常非常流利啊，然后第3个的话呢，非常爱国。大家要记住啊，我觉得这个是太精彩了。加拿大跟印度搞成现在这样子啊，不但是互相驱逐外交官啊，现在基本上的话呢，印度已经讲所有加拿大人不要来印度了，永远不发签证了。我跟你讲，现在最重要的是这个傻子的杜鲁道他完全不会搞政治啊，杜鲁道他一直认为说正义就是正义啊，然后杜鲁道首先强调了第一个线索，五眼联盟给他提供的情报，让他觉得说这个尼贾尔啊就是这个印度派出去的杀手杀掉的。那这个指控的话呢，他非常认真的要调查，要协调五眼联盟。五眼联盟当中所有的人啊，一开始表达的话都是我们很关心这个事情。啊，意思也就是说是这是你们的事，我们不管。所以说这个是昂萨联盟碰到的第一个打击。然后第二个的话呢，美国本身不是一直在支持民主嘛，所以杜鲁道就对美国喊话啊，就说这个我们是个民主国家，我们的公民在加拿大的领土上被印度人杀了，你要稍微管一下。结果现在好了，布林肯表达了。我们很关心，我们没有错，希望你们自己搞好。意思用台语讲说，你们受开后啊，你们自己好像是头过身就过，你们能够下。为什么呢？因为 BBC 讲得非常清楚啊，就是说美国现在好不容易把印度拉到自己这边来啊，就是美国把印度拉来的时候的话呢，有重要的一个含义。这个含义其实跟我们哲学是相关的，因为我们中国人觉得我们跟印度人有差别，是有一点种族的感觉，就是说。我们会认为说中国人比较怎么样，然后印度人应该是怎么样，就有差别。但是美国的哲学观念是认为人就是人啊，只要人够多的话，印度一样能够把中国摆平啊。所以美国现在指望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这个印度的领袖啊，就是就是反正就是在这边的。跟这个拜登啊，2个人一见面了，谈都没有谈1个钟头，签了19项条约，啊，其中包含什么半导体啊什么的。我觉得最好笑，这边还提到了印度本身要负责修理美国的船舰。我的天哪，印度自己有没有船舰我们都不知道了啊！但是这个我不讲。但是美国本身好不容易把印度拉到自己的环保，就莫迪了，把他这个拉过来以后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反制中国嘛。是。然后第3点最严重的是，我真的认清了，看清楚了。这个五眼联盟里面讲的宣传的什么民主、人权、自由什么这些观点的话呢，遇到国家利益的时候，通通都不算数了。这个讲起来的话呢，非常严重。这个使得我觉得说是整个世界的秩序啊，真的是大乱的。我自己留学留10几年都白留了，我自己学的哲学啊，基本上学的都这一套啊，也白学了。然后我现在发觉啊，最难过的是，我觉得日本的那个核污染水啊，能够放到太平洋里头啊。就是在大陆都在联合国的时候讲了，耿爽在联合国讲了一句非常清楚的话，
就是说，如果这个水可以喝干净到可以喝，你干脆拿来浇花就好了。是，你排到海里去干嘛嘞？对不对？你现在的话呢，一方面自己觉得不安全，另外一方面排到大海，你什么居心？好了，现在所罗门岛人家是岛国啊，人家都强调说，你这样的吃到弄过来，你到底有没有居心？我认为日本本身做的事情是非常不道德，而且它不道德的原因，就是因为全世界原来在支持这种道德的论述，现在都变了。是，彬哥，现在第2波的核污水要排入海了。我觉得日本如果以为说他可以用谈判协商的方式让习近平解除对日本水产的禁令，我觉得他是想太多。这个东西中国不可能会放。你看哦，中国加耕者他前一阵子不是有禁令，可是他现在告诉你说，其实我没有说禁止啊，但是你要来申请。那个就是他事先就保留余地，可他对日本的水产他完全没有保留任何余地，他就是全部禁止。那条件很简单，就是除非你停止排放核污水。所以我个人认为，日本如果他懂的话，他应该要暂缓他这核污水的排放，赶快去跟世界各国协商。因为之前日本不是在讲吗？说只有中国人反对，其他都没人反对。现在不是跳出来了吗？对。那实际上也不只是只有这一个所罗门群岛，韩国民众难道不反对吗？韩国是政府支持，可是民众是反对。日本自己的人民不反对吗？反对，其实一定反对嘛，因为你这一排出来，他们辅导十几年。终于好不容易洗清了这个核污染的污名，现在重新又来了，是因为大家都会害怕。然后你现在想想看，为什么它这个扇贝、干贝都会堆积在那个地方？你说中国大陆不买，你日本民众可以吃啊？显然日本民众自己都不吃嘛。对，学生要吃营养午餐。对啊，你现在要去给学生当营养午餐，你要看家长会不会怕。所以我就觉得日本人自己要去想想看嘛。这个是人性的问题，你这个是有核污染疑虑的。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好，你直接把它做成矿泉水发给小学生喝，不就解决了吗？对不对？就直接给他们喝嘛。那何必这么好的东西何必排到大海，多可惜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说不通的啦。日本人自己要去想清楚。那至于说杜鲁道，我真的觉得杜鲁道脑袋有洞，真的是就是完全是一个屁孩行为嘛。这种东西，除非你去印度的时候，你就准备要跟印度翻脸。除非你打算做的是这件事情，不然的话，你怎么会去跟莫迪提这件事呢？这种事情应该是要按着来的，也就是你私底下派人去通过根据管道，透过告诉印度说，我们现在掌握了某一些证据，可能这个是你们印度干的，你有没有什么说法要提出来？你当着面直接去质疑莫迪。那请问一下，你希望莫迪有什么回应？然后说抱歉，就是我做的，不好意思，是这样吗？不然你希望他有什么回应嘛？所以他一定要表明的跟你反对嘛，不然的话不是他得默认，对不对？所以当你当着面去质疑这些东西的时候，注定了今天美国印度跟加拿大会搞成这个样。那美国的态度，刚刚岳老师也讲得非常明白，就是拜托你们不要闹了，好不好？就是这样这件事啊，他讲的布林肯讲的一副好像他很关心，实际上就是你赶快解决这个事，你不要再闹了。因为美国的战略就是要拉着印度来对付中国大陆嘛。那你加拿大硬搞，不是搞得大家难看？是，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后的结果一定就是杜鲁道这边要退，因为不退的话玩不下去。是，王舰长怎么看？大家注意看一下美国最近所有的动作，它其实都在着重在第一岛链一直到南亚去如何去围堵中国大陆。你从第一岛链北往下看，日本、韩国你看他们密集的军演，再过来台湾是超级听话的一个旗帜，再下去他们前一阵在拉的这个印度嘛，你看看印度对他多好啊，因为印度在他的南边嘛。对，你知道在整个这中间还有一个破口在哪里？你知道吗？越南。越南跟中国的交界的地方有1281公里，越南的海岸线有3400公里。越南有多少个岛你知道吗？有4000多个。我跟你讲，越南的个性那跟那个菲律宾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越南打这么久，菲律宾是在南海这个争执里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伸索国了，这是一个可能的。但是它要打大不容易。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越南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我如果能够把越南撩拨起来站在我这一边，然后让他来跟我一起对抗这个中国大陆的话，这是他的战略上的一大胜利。所以你注意看，今年美国一连串今年做的事情，第一个贸易代表戴琪到越南访问，接着国务卿布林肯到越南访问，接着6月25号雷根号访问那个岘港6天，将近10年了，美国没有军舰跑到岘港去了。然后8月的时候，
美国送给越南300万剂的莫纳德。食安跟公安必须要严正的来面对，有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呢？接下来看看另外一场运动赛事是在亚运，当然我们也有选手派队去参加哟。亚运盛大的在杭州开幕了，习近平开幕式特别提到说，浙江是中国是现代化的先行者，本来是2级城市了，透过了这样子的运动赛事，可以留下美好的记忆之外，也能够让整个地方大幅的跃进跟升级。其中呢，圣火用虚实整合，有 VR 的点火的选手，也有实际的选手一起整合，来创造一个新的画面啊！这件事情是虚拟火炬手踏过钱塘山这样子来点燃圣火。当然，因为版权的关系，很多这些亚运的画面我没有办法使用，但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在很多新闻频道上可能可以看到哦。那主要就是零碳排。绿能还有数位烟火取代传统烟火，用手机就可以看到烟火等等的各种的模式，代表着开幕式这个总制作人讲的话就画龙点睛，说到了这个重点了。只要放烟火，空中一定有烟尘、粉尘污染。透过不放烟火来表达杭州亚运的理念跟想法，包括环保的意识。当然人潮挤爆啊，那因为要办亚运，所以整个杭州公共建设啊，捷运多了10几条，那么灯光璀璨。人潮挤爆，所以沙国的随队医生就形容说，住在亚运圈非常的很好啦，哦，很盛大。总之是的确花了大钱，为了要促成这一次在亚运的宣传跟观光。那么亚运村里面被说是这种科技满满的概念，包括可以巡查充电设备的机器狗，自动灭蚊的机器人。无人的双麒麟摊车，无人的公车，直接可以在园区里面随时的去定点的来上车，还有机器人钢琴，甚至坐在公共的公园长椅上面就可以充电，这就是所谓的科技设备。那亚运的吉祥物也都是以人形机器人来做一个代言，概念是一个最观光的古城，最古老的城市，透过餐饮文化、旅游跟科技结合之后，希望能够带动的是2000万的游客。那么接下来来看看这个所谓的高光时刻啊，华为在这个科技展现上要跟美国来分庭抗礼，所以这一场连直播上主播都要拿着这个 Mate 60 Pro 来做亚运的报道。那接下来甚至有一大堆的直播活动，明天就是Mate Pro 正式华为的发布会，所以在掀起的所有的各个平台上都有看亚运拿几面金牌，送几面 Mate 60手机啊，各种的画面抽奖啊，都用华为的手机来作为主要的通路跟宣传哦。那么预计明天这个正式发表会有140家媒体参加，包括国内外哦。那发布会意义重大，被说是排场面很重要。那真机是什么样子呢？现在 Mate 60 Pro 的 RS 版传言还搭载了5奈米的麒麟9100等等。任正非告诉大家说，美国的压力使我们变强，他是在感谢美国的，听听他的谈话。昨晚就给公司写了封信，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内部正在换善，感谢美国的外部压力，使我们内部变得坚强，说是我们战胜美国的力量，对吧？我这文件上经常说一个名人说这个话，这个名人是谁？不晚舟。不晚舟怎么不是名人呢？是全世界的名人，没人不知道。亮哥看到亚运，当然中国要展现它的科技力，其中头号的就是华为啊。那但是同时，当然也有一些在选手印度啊等等的各种小小的争议啦。但整体来说，它要展现杭州不一样了，中国的科技实力不一样了。这个亚运大概准备了8年了啊，那总共投入的钱是2000亿人民币，有人算说要9300亿台币啊，所以这个事实上。大概他们通常是这样啊，就是通常也会借这个机会把那个城市做一个翻新啦。比如说你刚刚讲到捷运又拉好几条啊，那比如说这一次因为主办方可以增加项目嘛，那他增加的是电竞跟霹雳舞啊，那结果杭州就盖了一个大概是亚洲最大的电竞中心啊，现在就在杭州啊，那有很多电竞选手都去这边啊，那。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场馆啊，那这个他们当然有盘算啊，都希望能够借由这个活动能够吸引，他们说希望能够吸引到2000万，2000万可能不是这1个月了，应该是一整年长假下来，因为
坦白讲，杭州在全世界的知名度并不高。没错，它是2线城市。对，是中国知名度非常高，可是国际知名度并不高，所以他们认为可以增加很多新的国际游客了啊。那这里面事实上有一些是令人惊艳啊。其实我认识一些记者，他们就说，他们这是所有的东西在云端里面都有备档。所以变成它要剪片剪辑变得非常方便。你要多大的相当惊人跑得动？你去想一想，就是所有的造景啊，还有比赛啦，它就是都有剪都有拍就是了，然后就在一个云端里面，那记者就在那边要回送。那想想我们随便一张图片，以前还要压缩，怕或跑不动。对，现在他们整个量体有多大？那你去想想那个频宽，那个频宽要有多大？频宽对，然后要剪辑之后能够立刻传出去啊，所以。我记得那个就是我记得是奥林匹克也有人去嘛，他就在讲说他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媒体中心哦，所以希望以后各国可以参考办理。比快的，因为其他真的我都见过啦，比如说什么无人车啦、无人双70啊，这个日本的，我觉得这个比较没什么，这个大概大家都看过。可是这个云端剪辑新闻影片及时传入传出啊，哦，这个真的是第一次看到。这能量太惊人了，表示是科技力啊。哦，每一次都这样啊，都是展现那个国家当时最好的科技，然后表现在方方面面了啊。那因为这个杭州市它是高度重视了，它已经准备了8年了啊，所以也包括整个城市的改造了。因为2008年北京奥运的开幕式我有去，那个时候也花了非常多的钱。那北京也是很多地铁也顺势开嘛，那还有奥林匹克的那个奥运村也留下来部分，那变成民房，还有那个就是几个重要的场馆啊，现在也都变成纪念的建筑啊。我相信这个应该也是一样嘛。对，真的，我8月份刚刚去杭州，就感觉到到处都是跟亚运有关的讯息之外，整个城市是拉皮的概念，种花种草、硬体设备、新的设施要焕然一新。办活动有人是从消费的观点在办活动，我就是花点钱办一个活动，过了以后烟过云散，好像什么都没有。但中国大陆从办奥运开始，办世博会开始，包括这次亚运，是用投资的观点在办活动。什么投资的观点呢？它可能结合了城市投资、城市改造，结合了交通建设，结合了科技创新。那结合了人才培养，它是用一整套的方式，在借着这个亚运呢，作为一个火车头而已。它事实上亚运只是它一个名目，可是它做的东西已经超过了大部分国家在办运动会的一个规格。比如说刚才讲的说，它拉了地铁，它的地铁跟我们一般的地铁不太一样啊。它地铁上面的各种所谓的虚拟啊、网络啊各方面啊，它让你眼睛为之一亮啊。也不难怪啊，很多科技厂商就在杭州啊，阿里巴巴不就在杭州吗？搞这个东西是对他们讲是把很多的新的已经商业化或者还会商业化展现在城市改革给你看，让杭州啊能够有一个古城变成一个很现代化的城市。所以难免他会投资很多，可是回收也会很大。他排的时间又很巧妙，他好是从9月23号一直这个比赛到闭幕应该是10月8号。这里面横跨中秋节，又横跨他们的10月份的长假，所以当然可以创造很庞大的一个人流，把包括中国大陆内部所有人的眼光、全世界眼光都看在这个很重大的节目里面去。那他也推陈出新给你什么公园长椅就随便呢就可以这个充电啊。那他们即使说无人公车跟无人这个厢型，它的里面的配备也比一般的高档很多啊，所以这个包括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机器人，可能未必说会议结束了以后，运动会结束还会继续使用，但它是展示给你看，普遍的在全世界所有的媒体里面全部都曝光，难得这么大的宣传机会啊！真的。那华为当然用这个机会，真的趁这个机会，明天就要发表会了。对，明天的发表会，我没有看过说有一个手机公司的发表会会有这么大规模，这么引人注意哦。那但是任正伟讲的实话，这个在孟晚舟被加拿大、美国给羁押的时候，他是默默无闻
一下子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象征，而且中国是举国之力跟美国、加拿大讨价还价，那孟晚舟才能够获释的哈。这个可能是过去被美国所逮捕的唯一的例外，当然就会成为国际政治、地缘政治上很重要的一个事件。那孟晚舟也从此就变成一个世界级的名人。那这个可能要谢谢美国了哈，有给他这么一个苦练的一个机会哈。那我们就看这个9月25号这个发布会啊，这个华为不要让人家失望，端出让人家耳目再一新啊，眼睛再一亮的新产品哈。那这个简直这一段时间里面哈，这所谓的孟晚舟回国2周年哈。又会再创高峰。是一个最新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选手柔道男神杨永伟今天在杭州亚运60公斤组的这个柔道比赛里面晋级决赛，拿下冠军，成为我们台湾史上第一个击败南韩选手，等于拿下了我们台湾史上的第100面金牌。哎呀，让人感动，帮他鼓鼓掌啊！亚运加油，台湾选手也加油。来，教授。好，我想我们看亚运会呢，其实有3个重要的意义啦。第一个其实就是其实亚运本身它就是一个东方人要跟西方人平起平坐这样一个概念哈。因为大家知道最早那个亚运第1届亚运是在马尼拉举办的，那个时候叫做东方运动会。那后来呢，第2届是在上海举办的，那时候叫做远东运动会。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说，东方人可以跟西方人一样，有强健的体魄，有很棒的运动的成绩，不是东亚病夫啊，就是告诉大家说我们不再是东亚病夫。是所以说，当然后来因为这个2次大战期间就中断了一段时间，但是他后来在办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沿着这样子一个目标啊，在50年代的时候，日本承办了这个亚运，那他的目标就是要1964年要办奥运，而1964年也被这个认为是日本向世界展示他这个所谓的日本奇迹的这一年。那同样的，大陆在1990年办亚运，这个也变成为了他2008年要申请这个奥运呢做铺垫。那这个也是象征大陆这个所谓的中国崛起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性的一个事件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亚运的第一个重要的意义。第2个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其实亚运是它有西亚也有东亚。那因为东亚的这个运动表现呢，其实比西亚好。但是呢，因为它原来这个西亚这一块呢，其实也是亚运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些成员国，所以呢，它就有一个妥协，就是说，一方面东亚进来了，然后很多奖牌当然都是被东亚的国家拿走了，可是呢，它的这个亚洲奥林匹克委员会，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设在哪里呢？设在科威特，所以呢，很长有一段蛮长的时间是这个阿拉伯国家来扮演这个角色。所以这个其实又是另外一次，我们这次看到，在这个邀请其他国家的这个元首来中国大陆里头，这一次还有包含谁呢？叙利亚的总统阿塞德。当然呢，我觉得第3个啦，其实这一次没有特别凸显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就是其实运动除了是竞争，也强调和平嘛。大家揖让而生，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在这个君子之争的过程，相互尊重，相互这个接纳。那所以说，你看2002年那一次，南北韩共同进场，他还举了不是北韩的国旗，也不是南韩的国旗，举的是一个朝鲜半岛旗。2018年双方共同分享一个奖牌，我觉得这个是运动会里头我们最希望看到的一个场景。我也希望未来的运动会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场景，在亚洲国家之间，甚至在两岸之间，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图像，让大家更为振奋。是啊，希望运动的精神可以凌驾于各种政治的争议哦。但接下来看看啊，几个重要的议题是，中国解放军报所释放的一些讯息，有一阵子我们没有提起了吗？那当然，现在亚运如何的进行当中，有几位不见的政府官员。那解放军报透露一些讯息，在这些报道里头，似乎告诉大家一个概念。习近平说，孙悟空用金箍棒给唐僧画一个圈，妖魔鬼怪就进不来啊，所以交友不慎是个别领导干部落马的重要原因。这个是在讲谁呢？推动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这是我们之前提过的啊。那包括火箭军也是在这个
解放军报所被释放出来的讯息，那到底国防部长是不是交友不慎？那当然不知道，仍然没有官方的进一步消息。但是美国呢，民主党也爆出了同样的大贪腐案哦。美国有台议员，这一位是我们相对熟悉，对台湾非常多的政策都有一些合作协议的这个推进的这功能的梅南德兹这位议员。爆出了重大的贪腐案，家里搜出了1000万以上的现金哦，还有金条在家里头。那么利用自己在外交事务上收受贿赂，目前所被查到公布的事证是关于埃及政府提供敏感资料，保护2名商人不受司法调查，协助埃及裔的美国商人保有商业垄断地位，目前都还是埃及的哦，所以查到口袋里面随便一放就50万美金，然后家里的柜子里哇金条金光闪闪嘛，还有商人送的豪华宾士敞篷车，他自己还上网去 Google 查一下，我们可能没有这种，我可能也想查。其实他想查的是说，请问金条价值多少钱？那看多重啊？看起来这个人就有办法，家里有那么多的金条。他涉贪之后呢，现在呢，大家就在问说，这个梅南德兹黄金价格曲线啊，这个我们还特别把它搜寻了一下，是不是要下台来负责？因为他涉嫌贪污这么严重的事情。结果梅南德兹跟妻子都一样，他说相信正义的人都相信我无罪。我要继续为纽泽西人民奋斗，就算现在被查出来家里有这些收贿的事证，也一样继续在位置上拒绝同党的议员要求他退出职务或辞职等等的这样子的要求。目前已经有6位知名的民主党的政治人物呼吁他辞职，还是继续留在那里啊？好熟悉哦，某些场景。好，所以拜登呢，大家的做法在外交上面主要的这个策略仍然是一样的，就是继续要卖军售嘛。每月已经进行了包含 F-16战机的史上最大规模军售案。他先前刚刚访了越南，而跟越南现在谈的是包括了F-16战机的出售案，其中呢，这个武器进口大约预算要20亿美元。他们还担心越南政府可能预算数没有办法支应，还打算帮他们做一个融资的规划预算，让他可以买得起。而且美国还说，以后这个只算投资的概念嘛，以后越南还会买越来越多的武器。这当然会不会说，以前都向俄罗斯买的，会不会引起俄罗斯或中国的不满等等的？他们还有一些这个西方媒体的这个分析，搞不好会激怒中国啊等等的哦。但白宫却自己面临着很重大的问题。9月30号，如果预算再没有通过，两党这样斗争之下就要30号停摆啦，又要关门啦。那目前共和党的议员们都出城去度假去了，没有要加班赶工，所以联邦政府已经准备好本月底躲不过停摆的命运。白宫甚至指示了联邦机构做好准备。美联社的报道是说，一旦联邦政府的服务中断，政治跟经济又要再次的面临惨重的代价。而美国前财政部长桑莫斯他是示警说，现在美国的经济已经陷入了停滞型的通货膨胀的概念所以联准会一再虽然做鹰派的这个宣示说，通膨获得控制等等的，所以这一次暂停升息，但是他看到事实是美国经济更严重的问题在后面，包括了汽车工会罢工、学贷调整的财政赤字占 GDP 居然高达8%，还有医疗保险制等等对通膨造成的压力，马上陷入的停滞性的通膨对美国将是重大的冲击。如果再加上联邦政府还要再停摆的话，那美国要付出的代价当是非常的惨烈。不过在追中国这么多什么官员一个一个不见如何等等的时候，在美国的贪腐的这个世界也是一样层出不穷。亮哥，这个梅兰德兹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当主席啊，那是目前大概国会最有分量亲台湾的参议员，是啊。所以坦白讲，这件事情对台湾来讲是非常不好的消息啦。那他在国会里面担任的职位，照规定要立刻辞掉。现在是民主党叫他整个辞职啊，这个压力太大了啦。那他也是台湾小组的联合主席之一啊。那我们不知道，那个外交委员会主席他是一定要辞的，那是参议院的规定啊。他本人要不要辞？这个坦白讲，就看 New Jersey 的选民怎么看啦。因为贪污罪至少要2审嘛，那明年就要选了。他明年就要选了。
这位先生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上次跟那个 Graham 来台湾嘛，跟我们要波音飞机的，就是2位，是这个主要了啊。那我就记得他们在讲话的时候，蔡英文还坐着听啊，影响力很大啊。台湾政策法的提案人也是他啊。那台湾政策法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是对台湾涵盖面最广，大概美国2战以来对台湾涵盖面最广的一个法律了啊。那当然跟台湾在美国的智库有很大的关系啦。所以未来台湾如果失去这样的一位人士在外交委员会的帮忙啊，我觉得对外交部要推动一些事情会有影响可是没有办法，这个我觉得证据抓到这个程度，应该就是真的啦。这个100%被 FBI 窃听了啦而且他怎么？你看他叫妻子不要传简讯或电邮，连这个都知道。通通都知道。那搞不好就是被窃听了嘛。所有通联记录，连 Google 搜寻的什么都被记录下来。对，所以而且是金条现金这个我看这个后事不妙了那美国政府关门这个事情是非常麻烦的事因为现在这个共和党里面大概有20几位是挺川普的激进派。那川普已经呼吁了，说一定要让他好看这样所以连麦卡锡那天想要表决一下，说是不是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处理，连程序表决都输连程序表决都输那目前他是依规定要在9月30号，这个叫财政年嘛，10月1号之前一定要通过。那目前有12个拨款法案还没有过，现在预算是对决了。那这个挺川普的激进派的议员也有20几个所以坦白讲非常悲观那上次的关门是关了35天，美国是亏了30亿美元。这次一般估计会亏很多因为拜登实在是通过太多相关的补贴预算所以一般人估计大概1个月就要亏60亿而且会不会顺利结束，没有任何人有把握因为这次这个对决的法案有很多都是意识形态有关的就是很多就是他们认为拜登有一些福利法案根本就在绑桩嘛就扯到明年的选举了那有一些是国防法案，那这个就牵涉到乌克兰那240亿美元所以相当的麻烦牵涉到意识形态，牵涉到选举的利益，那牵涉到对于未来的比如说俄乌战争的基本看法，太复杂了啦，所以这次真的谁都没把握。看起来关门的可能性很高。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参议员费南德兹因为友台一直跟我们台湾的关系非常的互动密切，而现在传出了收贿的消息，贪污罪正在侦办当中，委员觉得影响会是什么？刚刚纽约时报的即时新闻才提到，梅兰德兹涉及到数十亿美元的军援项目，他用英语 billions US dollar。那其中呢，军援的对象也包括台湾。那我们就不晓得民进党政府或者蔡英文有没有拿一点好处给梅兰德兹，我们不清楚虽然说上一次他要求说要卖88架的波音飞机，这个在美国回扣不少那蔡英文只买了29架，结果呢，梅兰德兹马上提案在他的国防预算法案里面，把援助台湾的由免费的变成是有偿的、有债务的，马上改过来。原来如此吗？变成融资，变融资还贷款了。不过我们要理解到，美国国会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权力跟金钱交易所，也是全世界最大的贪污俱乐部。那只是他贪污有合法的贪污，有非法的贪污。美国的法律规定的很奇怪政治献金是合法的，其他是非法的。那回过头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状况？因为美国自称民主自由的政治，可是每一个政治的选举都有庞大的花费。
那个花费啊，不是什么台湾立法委员那种总统级啊能够想象的啊。美国总统要花几十亿美金才能选得上，美国的这个参议员很多选区也要上亿美金才选得上，因为他任期6年嘛，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贪污就变成逐渐的一个公开化。梅兰德兹只是一个被逮到的一只小鱼而已啊。这个在美国国会里面，经常这种大规模权力金钱交易的不止他一个啊，所以我们也不能把什么有台议员哈看得太伟大，也不用看得太不起，因为它就是个美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台湾如果不输送金钱，那这个机器是不会动的。那你机器动呢，对台湾也有好处，只要这个价码合宜哈，那我们只能乖乖的付这个钱。但有些人真的是狮子开大口，让我们台湾很多的国防部也好，相关单位很多都下不了台哈。这个问题可能美国无法去解决。但美国的政治的问题不只是国会就是一个贪污俱乐部，他们的两党斗争有时候都会已经溢出了该有的范围。现在联邦政府都准备关门，就跟制度上有关，因为国会掌握了拨款权，不像我们台湾的拨款权表面上是行政院主席长，事实上是总统掌握了拨款权，也就预算通过了，我随时可以花。但是他们不是，他们预算通过了还要逐笔审查才能够拨款所以会有这种很复杂的状况出现。所以哪一天有人讲说，哇，这是有台议员，你听听就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要出售越南16的消息，当然引起了很多关注。接下来的算盘对于美国来说是什么呢？好，这个基本上美国其实一直都希望越南能够多买美国的武器啊。那越南大概一年有越南一年大概是有20亿美金左右的这个军事采购进口这个武器，但是在过去这10年里头，大概只有买到美国可能就是大概是5亿左右啊。那所以说，其实买的非常有限。奥巴马时代2016年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但是呢，越南买的很少，因为美军的设备太贵。第二个，越南过去是俄规的这个武器，那跟美规的它是不相容的，所以说他为什么不买美国的武器？他那最初买的都是什么？就是那时候美军在越战的时候留下来的武器，留下来直升机，他去购买这些零件，让他可以继续使用。那这一次为什么它有这么大的突破呢？一个背景因素是因为俄国本身在打仗，所以呢，它本身能够输出的武器已经变得很有限了。再来就是呢，如果越南要跟俄罗斯买武器，那这里头涉及到的这个金融交易呢，又是会可能面临到美国跟欧洲的制裁，所以这2个因素就使得它没办法继续向俄罗斯买武器，所以这个也促成了越南愿意向美国购买武器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因素。那当然美国是乐见的，不过很有趣的是，美国也要提供越南一些这个所谓的财务协助了当然是一方面是希望说的是要加强越南的这个武装但是实际上也是为了要让美国的这个军品可以有更多的这个出口的市场那他现在甚至说，原本协助阿拉伯国家的这种所谓的武器的融资，现在要转到印太地区，所以包括越南啦，包括台湾啦、菲律宾啦，大概都是优先的这个攻击的对象。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一点，这里头说会激怒中国，我觉得不会，因为越南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力气去跟中国大陆进行外交上的沟通，包括这一次拜登到越南访问之后，他就派出了他的公安部长到北京去访问，为什么？就是去沟通这件事情，因为他事前有交换讯息，事后派出特使去沟通。那这个在中越关系里头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苏林就是这个公安部长位阶是非常高的，那所以这种沟通其实是非常有效的，就是他看到现场音乐特别大声，吓死我了。